抛开5档路飞不说，光是普通状态的路飞我都集齐了那么多了，然后这次路飞又来了。OK， 那么感谢3月兽小伙伴寄来的评测件。那今天我们来开箱的就是上月18号就发售的通贩新品，来自顶上战争时期的黄色马褂路飞。感觉按照这个势头出下去的话，路飞可以和卡卡罗特掰掰手腕了。闲话少说啊，我们赶紧来开箱。东西依旧是少的可怜啊！如果平常没有收过其他 SHF 海贼的产品，那估计可用的面雕就没有几个了。那首先还是来先看一圈本体造型，虽然是近2年才出的新素体，但路飞相关的产品出的实在太多了。事到如今再看到这个造型，也实在是有点词穷了，只能是挤出一句还是很像的。不过这次路飞身上是多了很多做旧类似伤口的细节，近看的话涂的确实是只能说一般般，拉开一段距离来看的话，倒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也是除了换衣服短裤颜色以外，这款路飞最大的卖点了。这高低也得算个全涂装吧，和动画里的造型比一下，除了胶感很强以外，其他的方面做的还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海贼系列的 SHF 在还原度和品质这方面，我一般都是比较放心的。只不过这么单独看的话，其实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啊。这里把黎明路飞也拿出来对比一下，那这么一看就会比较明显了。两个路飞的上半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头模，只不过肤色会有细微的差异，衣服颜色不同。这个头发也是一模一样的头模，不过视线向下移动的话，就会发现这次的下半身是做了新规的，短裤能看到多做了一段关节，而且这2款的这个小腿弯曲幅度好像也有细微的差别，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了。那具体新规的部分带来了什么样的差别呢？那这里就来带大家详细的看一看可动。这个双段的脖子是继承的结构，但是从这个90度的低头就能看出啊，这个可动幅度还是非常离谱的，抬头也能到60度以上，因为是双段的关节且活动范围极大，这样的扭脖子没有问题，而且这个左右的歪头也有60度，那360度的转头自然不必多说，毫无问题。手臂这里的关节设计和出海路飞也是一样的，拔下来给大家对比展示一下，可以看到都是这样的双段的 Z 字形弯折关节。那因为是同款关节，甚至是同模，所以这个伸长的橡胶手臂配件也是能完美适配的，颜色和涂装上也没有什么违和感。那来看到正常的手臂可动，首先360度的垂直大风车是没有问题的，侧平台略微超过90度没有问题，大臂根部带了360度的水平旋转关节，这次的曲肘关节非常的紧啊，感觉新规了什么东西，不过幅度还是一如既往的150度。最后手腕能做上下30度的翻折转动，腰部和胯部和出海路飞一样，都是套上去的可活动的结构，释放关节的可动范围。首先是这个弯腰啊，接近60度毫无压力，挺胸也能非常轻松的超过30度，左右的侧摆更是能直接逼近60度，最后360度的平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来到差别最大的腿部，可以看到确实是不同的。首先是前踢啊，两边都能达到90度左右，后踢也是一样的90度，大差不差。不过侧踢这次的路飞貌似会稍好一些啊，多了一点点。另外这次增加的关节可以做大腿360度旋转，那以前的素体当然是没有这个可动的，要做腿部旋转的话，只能是小腿来转动。不过同样的关节呢，这次的路飞也是保留了下来。接着是屈膝，来看到这个之前饱受诟病的裤子，可以大概看出来啊，这里的结构也是做了一点点优化的。原来的裤腿只能上翻一点，导致屈膝只有90度，那这个新结构实际上是略微增加了一点上下翻动的幅度的。这个样子的好处就是屈膝的幅度能够超过90度了，虽然也就是120度不到啊，但确实是有进步。正常的贴着前裤腿翻折也有90度的幅度。至于说脚掌就是老结构了，上抬60度，下翻大概30度，脚尖连着草鞋能做一段60度的独立上抬，一如既往的忍者脚接地90度，非常的好掰，向内向外的接地幅度都是差不多的。其实原本的路飞素体啊，可动已经是第一梯队了，能够继续优化，说明万代还是很想进步的。对于戴哥这种脸皮厚的厂商来说，不敷衍已经是很不得了了。那看完了可动，最后再来讲一下配件啊。首先是这个帽子，终于是给了配件包和限定里才会戴的，可以背在背后的草帽了。出海路飞和鬼岛路飞给的都是那种戴头上的款式，但是很难受的是啊，这下戴帽子的发型和帽子就被阉割掉了，而且这个帽子的颜色偏淡，和配件包里给的那一顶是一样的。手型方面也是被阉割到只剩3对了，2对幅度不同的开掌手和1对握拳手没了。成本都匀到涂装上了，是我认识的万代了。不过这个抓裤腿的手啊，还好是没有阉割，而且手型上也都给了涂装，可以掰出路飞对峙3大将的名场面。可惜我实在是找不到东西来替代那个断掉的桅杆啊，只能无实物表演了，然后再 P 一个上去。
最后再来看到这次给的面雕，那首先是大笑脸、怒吼脸和咬牙脸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只有咬牙脸是新规的。不过这次的面雕多了伤口的涂装啊，而且右眼角下方的疤痕也更深，这么算的话就都是新规了。当然还原度自不必多说啊，满分。不过既然是顶上战争的路飞，那怎么能少得了这一招面雕呢？这也必须是本款产品的最大卖点了。从那以后，这个面雕就绝版了，路飞再也没有像这样哭到失神过。那现在就静待顶上战争的艾斯来躺在地上了，来拼凑完这一经典的场面。好的，那么也是把这一次的新路飞的所有内容物都介绍了一遍。整体来说，本身路飞的可玩性就很优秀，这次不单单是换色，而是能在素体上再进步，这是好事儿。原本我是很担心会变成魂线的，然后价格虚高，还好万代没有做那么绝啊。对于 One Piece 就看到顶上战争的兄弟们来说，买来一个收藏还是很值得的，做的确实很还原，掰着也爽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期待大家的点赞和投币。想看更多魔玩分享，记得关注我哦。那么大家下期再见啦！